美国与委内瑞拉战时军事力量对比，很多人脑补美国对委内瑞拉动手的画面，基本都是被好莱坞大片喂出来的，觉得那必须得是黑鹰坠落那种场面，满天都是导弹乱飞，航母编队把加勒比海堵得跟早高峰似的，陆战队叼着雪茄抹着油彩，在热带雨林里跟委内瑞拉的硬汉们来一场拳拳到肉的互殴，最后在悲壮的 BGM 里插上一面星条旗。但我得告诉大家，如果你真这么想，那你不仅低估了美军，你也高估了现代战争的观赏性。这场战争最大的特点就2个字：安静。它安静的近乎冷血，安静的让你觉得这甚至不像是一场战争，而是一次高纬度的系统格式化。战争开始的时候，甚至连第一声巨响都听不见，因为美军的第一波攻势从来不是把网线拔了这么简单粗暴。美军的手段是舒适区剥离术，你会发现通信不是断了，是有延迟；雷达不是瞎了，是有了散光。指挥中心的屏幕上，那些代表友军和敌军的光点开始出现诡异的跳动，你根本分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电子诱饵。军用频段的对讲机里充斥着那种像是电流脉一样的杂音，命令传下去总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棉被，这种感觉极其恶心。它不是让你彻底瘫痪，而是刚好让你不好用。这就好比你在玩 CSGO， 对面开了全图挂，而你的延迟永远在460ms， 你的狙放得出来，人也能跑，但你就是打不中，走不动，每一步操作都比对面慢半拍。这又是美国和委内瑞拉军事实力差距的第一层。委内瑞拉的军队是依赖装备本身存在的，而美军是依赖控制环境存在的。美军不急着摧毁你的肉体，他先摧毁你使用肉体的条件。这是一种只有长期习惯了地球酋长，手里捏着根服务器网线的人才会形成的顶级思维。紧接着，当你的指挥官还在对着满屏雪花的雷达骂娘的时候，导弹才真正进场。但这时候你也别指望看到什么地毯式轰炸，那种把越战丛林炸成月球表面的玩法太费钱了。现在的玩法是一门极度精明的阀门轰炸学。战斧巡航导弹从150公里外的驱逐舰上打过来，亚音速飞行，慢悠悠的，但它的 CEP 不到10米。它专炸什么？跑道、雷达占天线、通信中继节点，以及最恶心的油库的输油阀门。请注意，是阀门，不是油罐。把油罐炸了，火光冲天，那是给记者看的，视觉效果好，但没大用。把阀门炸了，你有油倒不出来，那才是给后勤军官看的。跑道也不给你炸穿，就给你在中间炸几个坑，让你起飞不了。你修吧，还得修个2-3天，等你刚修好，水泥还没干，工兵刚撤下去，啪，又来一颗。这效果只有一个，让你的军队彻底失去组织能力。你会看着手里那些威风凛凛的武器，却发现它们变成了一堆毫无意义的废铁。坦克动不了，因为没油；飞机飞不起，因为没跑道；命令发不出，因为没天线。美军用最小的成本把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还原成了缺乏机动的散兵游勇。这时候肯定有硬核军迷朋友要跳出来了：火力军，你怎么不提委内瑞拉空军呢？人家手里可是有苏30 MK2 的，那可是大名鼎鼎的侧卫家族。双发重型战机，最大航程3000公里，载弹8吨，机动性那是出了名的妖孽。难道就不能飞起来跟美国的 F-35拼个刺刀？这个问题问得好，但现实往往会奏响一曲苏30的悲歌。苏30 MK2 确实是好飞机，放在任何一个航展上做个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都能引来全场欢呼。但在这场战争里，大多数苏30可能连轮子都还没离地，就在机库里被人把握给端了。不是飞机不行，是战争的逻辑变了。美军根本不给你起飞的机会，机场是固定目标，跑道长度写在谷歌地图上，维护周期写在工程手册里。美军甚至都不需要摧毁你的机库，只要让你的跑道始终处于维修中的状态。这些造价几千万美元、极速2马赫的重型战机，就会集体变成一堆昂贵的、精密的、毫无用处的地面手办。退一万步讲，就算有那么几架苏30强行起飞了，飞行员抱着必死的决心上了天，紧接着他们就会发现一个更绝望的问题：雷达里是干净的。没有密集的红点，没有清晰的来向，甚至连被锁定的告警声都不一定响，这才是最坏的情况，因为这意味着天空里充满了你看不见的东西。F-35的最大优势从来不是它飞得有多快，真要比近距离缠斗，它未必能在大迎角机动上稳赢苏30。但 F-35的核心价值是信息，它的雷达功率不高，因为它是 LPI 雷达，它照你一下你都感觉不到，它更像是一个移动的 WiFi 热点，一个会飞的数据节点。它不需要自己发射导弹，它只需要在几百公里外静静地看着你，把你的位置、航向、高度、速度实时丢进美军那个云端作战系统里。你不是在和一架飞机对抗，你是在和一整套包括天上的卫星、地面的预警机、海里的宙斯盾舰组成的空天信息体系对抗。
当你还在那儿疯狂推雷达攻略，试图锁定它的时候，你的雷达波本身就像黑夜里那个拿着手电筒乱晃的傻子，早就暴露了你的位置，然后不知从哪儿飞来了一枚 AM-120D， 就把你带走了。这就是代差的残酷性。一方在打二战时的空战，另一方在打信息战，这已经不是能不能打赢的问题，这是连对手在哪儿都不知道就没了。海面上的情况同样安静的反常，美军正在执行一种无形的保险费封锁。美国海军不需要把尼米兹级或者福特级航母开到委内瑞拉的海岸线边上，那是几十年前的剧本了。现在的玩法是把这片海域在海图上重新标记为高风险战区，然后伦敦的保险公司就会非常懂事的把途经这里的商船保险费提高个几千。就这一招比击沉多少艘护卫舰都管用。航运公司撤离，邮轮停航，港口虽然没有被炸毁，塔吊还耸立着，但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委内瑞拉是靠卖油过日子的国家，油运不出去，钱进不来，国内的经济血管就会瞬间爆裂，这比杀人更诛心。这是典型的全球海权国家打法，我不消灭你的肉体，但我把你踢出全球贸易这个服务器。你的护卫舰还在，潜艇还在，但在战略上他们已经被除名了。你守着大海，却像守着一片死水。至于陆军，大家期待的什么钢铁洪流对冲 T-72 大战 M1A2， 那是绝对不会出现的。美军又不傻，为什么要跟你比谁的炮管子粗？这让委内瑞拉陆军陷入一个极其尴尬的陆战悖论：不动等于被耗死，动等于被点名。海马斯火箭炮射程80公里甚至更远 ，CP5 米级，它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火力压制，而是为了否定部署。你的坦克敢出库吗？出库就会被天上的无人机看见。敢集结吗？集结就会招来一顿火箭弹。补给线被切，弹药库被炸，临时指挥点被定点清除。这不是一次性摧毁，而是像挂在你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反复提醒你，你只要一动就会死。这种心理压力比真实的炮火更让人崩溃。防空系统 S300 成了最后的心理支点。确实 S300 是好东西，理论上能打100多公里，能对中高空目标构成威胁。它也确实能击落一些战斧导弹，让国内舆论稍微振奋一下。但很快人们就会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每一次成功的拦截都会换来一次更精准的定位。雷达是盾牌，也是灯塔。反辐射导弹这东西，它不追飞机，它只追你看东西的眼睛。S300 不会被一夜清空，但它的覆盖范围会像缩水的毛衣一样不断收缩，从保卫全国到保卫重点区域，再到最后只能保卫首都周边的1亩3分地。防空的本质从防御天空退化成了单纯的拖延死亡时间。战争从来不只发生在有枪的地方，真正决定美国和委内瑞拉差距的是两国之间那道无法逾越的鸿沟——生存成本与战术收益的计算。这正是两国最致命的分水岭。委内瑞拉的军力结构本质上是一次性的，它的装备体系建立在一个极其脆弱的前提之上，国家机器必须完整运转。一旦金融系统受压，能源出口受阻，港口效率下降，它的军力就会开始迅速失血。苏30的发动机叶片不是靠爱国者情绪就能维护的， T-72 的精密备件不是靠意识形态就能生产的， S300 的雷达电子管也不是靠民族尊严就能修复的。反观美国呢，美国的军力不是靠装备堆出来的，而是靠一整套工业、金融、盟友、后勤网络维持的。这又好比你在跟一个开超市的比谁家零食多，一枚战斧导弹打出去，对美国来说是库存轮换，是去旧迎新，甚至还能拉动一下军工股的股价。对委内瑞拉来说，是一次不可逆的永久性损失。海马斯一次齐射，美军考虑的是这波性价比高不高，委内瑞拉考虑的是我有没有下一次应对的资源。这就是军事实力对比中最残酷的一点，一方在计算战术收益，另一方在计算生存成本。再看人员体系，委内瑞拉军队并不缺士兵，拉个几万壮丁不难，但他缺的是可以被长期消耗的专业技术兵种。飞行员、雷达操作员、防空系统工程师、电子战军官，这些岗位的训练周期是以年为单位的，不是靠一纸动员令就能变出来的。美国可以轮换，可以休整，可以从全球其他战区调用替补，甚至可以外包给私营军事公司。委内瑞拉不行，当一名熟练的雷达军官因为疲劳、压力或者误判退出了岗位，他的空缺就是一个黑洞，根本填不上。再往上看是战略纵深，美国打仗纵深在哪里？在本土，在盟友，在全球基地网。他在你家门口打仗，但他睡觉是在几千公里外的安全区。委内瑞拉打仗纵深就在国境线以内，每一座港口、每一条干道、每一处电力节点都是不可替代的资产。当美国选择不摧毁但限制使用的时候，委内瑞拉的战略纵深就会迅速坍缩。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一个极其反直觉的现象：美国越克制，委内瑞拉越被动，因为克制意味着不制造道德反弹，不触发全面战争动员的情绪，不给对方任何孤注一掷的合法性。这正是美国军事实力的另一层含义，它不仅能赢，还能选择怎么赢，赢到什么程度，赢多久。最终当你把这些层层叠加起来再回头看，会
会发现一个残酷但清晰的结论：美国的军事实力不是压倒性的火力，而是压倒性的选择权。选择什么时候打，是选个星期一还是星期五？选择打到哪一层，是打你的军队还是打你的经济？选择什么时候停，选择停在谁的底线上？而委内瑞拉从第一声网络异常开始，就已经被排除在这些选择之外了。他只能被动的应对，被动的消耗，直到最后一滴油耗尽，最后一颗螺丝生锈。当现代战争进入体系对体系的阶段，单纯拥有武器，哪怕是苏30这样的先进武器，已经不再等同于拥有军事实力。真正的军事实力是你能不能决定战争的形态，能不能承受战争的时间，以及能不能在战争结束之后仍然保持国家结构不崩溃。在这一点上，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不是差了一代装备，而是差了整整一个时代。这就是所谓的降维打击。听起来很离谱，但现实往往比推演更离谱。到这里，这场对比其实已经没有再继续的必要了。懂的都懂，不懂的咱们下回接着聊那些更离谱的故事。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